过去我们都说苹果在推动台湾的产业成长，对，好，但是苹果现在手机已经都没什么变化了，现在是黄仁勋哈。这个不是库克了，是黄仁勋在推动整个台湾产业一起跟他跑。是，那要做到这件事情，全世界也只有台湾，日本、韩国做不到，中国非红供应链更不可能，不可能中国。对，所以台湾配合的是最好。你曾经用一个人的武林来形容台积电，但你现在说已经不是一个人武林了，那你现在已经群山并列了。我刚刚讲，现在台积电已经是一个大的舰队了，然后现在这个。这么台积电这么大的一个舰队，那个对全世界来讲都是一个很难想象的。也就是因为现在台湾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舰队了，美国更要保护台湾。台湾现在的竞争力从股市里面就告诉你了。我刚刚讲说历来最大的投资，那也是历来台湾最大的机会。所以股市告诉你，我们早就不是3万点而已，现在已经有人看到4万点。现在的世界已经出现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而这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里面，台湾就在中央。虽然最近我们看到了美国进攻伊朗，搞得全世界的天然气，搞得全世界的石油鸡飞狗跳，整个价格大涨，但是现在全世界抢的最凶的不是石油，不是天然气，而是跟台湾有关的晶片，而且不是只有台积电生产的晶片，连记忆体都抢翻天了。现在黄仁勋已经喊话说，你只要生产多少，我就要买多少。而且现在不是说我包你一个厂，我包你一个生产线，而是我把你未来几年的产能我全部都给包下来了。现在我们看到了股市不断的大涨，我们看到的现在记忆体的价格、晶片的价格不断的往上调，那大家会非常好奇，但也非常担忧的是，这是一个长期的现象，这是一个世代的来临，还是说那是一个疯狗浪？这个浪来的又急又快，过了以后我们就会一无所有。这中间我们到底怎么看待 AI 时代的来临？而这个 AI 时代的来临跟台湾又有多大的关系？特别黄仁勋已经讲了，他现在是5000亿，未来要告到1兆，也就1年他要创造5000亿的生产值。这5000亿的生产值里面，你需要多少的配合？你需要多少的晶片？你需要多少的 AI 产品？而这些台湾又能够分到多少呢？因为讨论这个话题，我们今天特别请到我的好朋友，有一些《今周刊》的顾问林宏文来跟我们一起讨论。宏文你好。宝杰哥好，大家好。好，宏文，我们刚刚讲的是这个世界其实已经出现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不记得以前石油危机的时候，你只要荷姆斯海峡一被封锁，哇，完蛋了，全世界的这个油价一定暴涨，然后呢，全世界的通膨一定会非常严重。可是现在油价有上涨，石油、天然气有上涨，可是感觉上我是稳定住了，因为现在全世界最稀缺的不是石油，不是天然气，而是晶片。今天《今周刊》你们的封面报道也特别到，但我也非常好奇，是说记忆体暴涨。我们知道台积电的晶片也是暴涨，可是暴涨呢，黄仁勋有讲说，我明年会增加到5000亿，又等于说5000亿要到1兆，等于有5000亿的生产值爆出来，那我要多少的晶片？那大家好奇是说，那现在涨得这么凶，它是疯狗浪，只是暂时的现象，还是说那是一个我们不理解的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了？是，我先不谈记忆体虽然记忆体现在很热每天一开盘就涨停但是我觉得我们先来谈一个刚刚宝杰哥讲到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讲台湾的产业，台湾的半导体，台湾的 AI 产业，我们最关键的是什么？是我们现在不是只有产业而已，我们产业影响力当然非常大，对，可是我们要拉高来看整个这个地球上发生了什么事。你刚刚已经讲了，美国打伊朗，之前委内瑞拉，然后现在古巴要去投诚，这些整个的变化，我觉得一个非常关键，就是说现在是在美中的对抗，还有地缘政治，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台湾的科技业、现在电子业还有半导体 AI 产业扮演的太关键的角色了。为什么？因为你说 AI 是这一波，我们不要说只是疯狗浪，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投资金额。我是让我们去统计今年4家 CSP 厂从亚马逊、Google、Meta 跟微软4家公司，光是资本支出就有6500亿到7000亿美金的一个投资额，一年这个投资额，其实我去看，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因为你去对比我还去问了 Gemini 他跟我讲他说这个金额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金额。你如果对比过去人类在地球上做过的最大的投资是什么？是美国的洲际公路，对，美国的铁路的建设，还有就是那个往太空的计划，阿波罗计划。那另外还有一个
曼哈顿计划是做核弹，那个原子弹，但当年是原子弹。那这些金额你去对比我说光一年这个 AI 的投资就已经超过所有这些历来的金额。我比你的洲际公路，比你的这个所谓的大铁路计划，我比你这个太空计划，比你的核能计划都要高。对，那这个金额就是说，当然现在有人讲说有人比较看多 AI 的说啊，这个只占美国 GDP 的2.2%啦。因为美国现在 GDP 大概30.8兆美金，那这个7000亿美金大概只占2.2%多嘛。那过去铁路啦，或者是这个洲际公路等等，他们都占 GDP 可能还有达到6%的，还有3%的，所以就是说，有些人可能觉得啊，这没有什么，还好啊，比例不高啊。对，可是我说绝对金额很高，绝对金额很高是历来最大的投资。但是各位想想AI 的建设，美国的建设，晶片的需求，你知道吗？供应商90%的先进制程的晶片是台积电供应的，90%的 AI 伺服器。AI 的这些设备，还有这些所有的零件，都是台湾供应的。你刚刚讲7000亿，那就是21兆。是，那21兆里面，那台湾可以分到多少钱？很多。这个你台积电现在已经3兆多的营业额了嘛？我相信它这几年都还会有2成多到3成，每一年固定的成长。那整个 AI 是鸿海已经7兆啦。那很多公司电子五哥每一家都是超过1兆的营收的。对，有的已经往2兆、3兆去迈进了。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就是说，全世界最大的投资，然后供应商是台湾。对，那你就可以想象，就是说台湾在这时候的地位的重要性在哪里了。所以我们如果拉高整个半导体，其实就是现在地缘政治里面的战略物资。所以我们后来衍生很多的讨论，很多的质疑说美国这个台积电什么去掏空台湾，去美国投资就是这个让台湾弱化的竞争力等等。那你说这个会有这样的质疑，其实关键就在于为什么？因为美国跟台湾，美国把台湾的战略物资锁住了。但是你要知道我刚刚讲的那6000亿、7000亿美金都在美国，对，都发生在美国。你最大的客户就在美国，台积电70%的客户都是美商，所以你说这整个的布局，台湾必然要往这个方向去走。对，去海外投资只是你扩大你的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的一个布局。好，那大家会问一个说，那这个 AI 是一个碰红还是蜃楼？还是真的？因为这两天大家看到的一个黄仁勋在开这个自驾车的影片，现在不是只有这个所谓的特斯拉你有自驾车，现在黄仁勋也可以有自驾车，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机器人，也就是说，过去我们在想象的那个 AI 的世界是指纹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可是现在那个 AI 已经铺天盖地而来了吗？所以为什么今天黄仁勋会讲说，现在已经不是生成式 AI， 现在已经是应用式的，那已经在我们周遭，那是真的在今年开始或者明年会有一个大爆发吗？对。我觉得 AI 的应用其实已经普及到每个人的生活了。当然，你不一定为它而付钱，但是呢，你会用到它，而且你每天在用。对，事实上，我们媒体是最直接的。我现在发现好多人好会写文章可是你仔细给他看你会发现那是 AI 产生的。对，太多了啊！你看那很多文章一篇还将近几万字这样子。那个一定不是人一个字一个字写的。好，那你说 AI。刚刚讲的，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到底 AI 有没有变成实际的？我觉得当然有，因为所有人都在用，不管是药物，不管是交通，对，不管是这个所有的领域，像我常常去日本，那我不会讲日文啊，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用很多方法，就是我讲中文，他讲日文我们都直接听到对方的这个可以听到我们懂的语言，这个都已经变成事实了。好，所以刚刚在讲就是说。亚马逊为什么投资这么大？他今年要投资快2000亿美金。他说亚马逊就2000亿。对，他说，因为他们所有过去投资这个 AI 的建设，很快，他说那个算力很快就被用掉了。当然，他不一定是付钱，就我讲，现在很多人没有付钱去买 AI，但企业已经开始很积极在用 AI 了。然后也付钱在用 AI， 可是还是有很多人没有花钱，但是重点就是算力消耗掉了。对，那大家知道吗？亚马逊在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布局电商的时候，各位想想它每年都是赔钱的可是它股价一直涨为什么？因为它那个叫做跑马圈地嘛。我要尽量扩大我在 AI 的影响力，所以我就一直投资。
赔钱也没关系啊，一直投，因为你的市占一直在增加，而且这个市场不断在成长嘛，你要变成是领头羊，你就要一直的投资。所以我说 AI 的应用已经非常普及，而且现在大家已经躲不掉了。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 AI 没有所谓的泡沫了，主要 AI 产业没有泡沫。你觉得没有泡沫？我觉得目前来讲没有泡沫，但是 AI 让很多产业变成泡沫。哦，原来被取代了。对，因为好，那你刚刚讲就是说这个跑马圈地这个东西有趣，是因为按照你们节奏开这一期也提到说，黄仁勋在一个大会里面讲说，你现在的记忆体你生产多少，我就买多少。那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说。Google 在2023年的时候，突然警觉到说，我的 Gemini， 我这做的非常好，所以他马上要跟台积电说，我的 Gemini， 我现在 Gemini 做的很好，所以我要赶紧跟你们下定的晶片。结果当时台积电跟他讲，对不起你2023哦，台积电讲对不起，我这个都已经被人那个什么 NVIDIA 包走了，NVIDIA 包到什么时候？他包到2027年，2023年的货，我给你包到2027年，更不用讲 OpenAI 他买算力一买就买5年，用5年的份，所以你讲这个跑马圈地是，现在这些大老板是等于说是完全不惜血本，等于说是大量的把这个钱买下去，然后买下去是买什么？他就是买台湾的产品吗？对，没错。如果讲台湾的角色哈，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跟美国这些厂商哈，我们是非常紧密的生命共同体。我们简单讲，就是以前我们都觉得我们就代工嘛，很多人都说就代工有什么了不起？但实际上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就我们这种代工已经不是所谓的以前雨伞代工或是一个很低阶的代工，我们是跟他是生命共同体。然后呢，他们有什么样新的规格、新的技术，台湾是第一个。他们一定会先给台湾，然后台湾跟他共同开发，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说，他们有很多新的设计，一定要能够生产出来。对，那生产绝对不是容易的事。我可以举非常多的例子。你刚刚讲到台积电的 CoWoS 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黄仁勋跟这个魏哲家先生说我要多少产能，你一定要帮我备足，而且你要因为你知道黄仁勋。这个每一年NVIDIA 都有一个新的规格要出来这个 Broadwell 啊，然后现在是 Rubin 啊，对那最近他在 GTC 讲那个 Vera Rubin 就那个规格是每年变一个样那过去你知道那个产品的生命周期其实很快也是要1年半到2年，可是黄仁勋硬是给你压缩到1年，所以他要求所有的厂商配合他，然后做出成绩来。台积电拼命的做 CoWoS 每一年这个就我们讲的那个先进封装，它每一年的产能几乎50%到1倍的成长，然后全部被黄仁勋包掉。当然，我想大部分现在都是 NVIDIA 在用的，少数几家。所以现在台积电最大的这个厂商是 NVIDIA， 已经不是苹果了。是，你看那个 NVIDIA 今年第一季$680亿对，我给他看，2023年台积电是$69亿的$690亿的营业额，所以黄仁勋现在一季就已经做超过当年2023年那时候台积电是营收是全世界半导体最高的。我来做这样的对比，就是说才几年之后，黄仁勋一季就赚赢那个1年，而且他今年很可能要到$3000亿以上。对，好，所以刚刚另外讲就是说，辉达对台湾的这个要求很多嘛所以像我们的散热厂商，我们的奇鋐、我们的双鋐，对，以前他们说。他们从来不觉得液冷就是用液体水冷去冷却这件事情，他们会做得成功。可是黄仁勋就每天跟他们讲，你一定要做到，你一定要做到。我们是被逼出来的。对，他们2年到3年就做出来了。所以你看这个是过去我们都说苹果在推动台湾的产业成长，对，但是苹果现在手机已经都没什么变化了，现在是黄仁勋这个不是库克了，是黄仁勋在推动整个台湾产业一起跟他跑。那要做到这件事情，全世界也只有台湾，日本、韩国做不到，中国非鸿供应链更不可能，中国。对，所以台湾配合的是最好。所以我常在讲，就是说台湾的角色我们是这种所谓的那个舞台剧里面的那个黑衣人我们舞台剧黑衣人就是总驾临的，总驾临，轰动不灵惊啊，都白个都总驾临。是，就是说我们没有出名。老实讲，我们的台积电当然现在很有名了啦，因为它市值这么大了。可是事实上在疫情之前，
全世界大概都很少听过 TSMC。对哦，那鸿海 Foxconn 以前可能听过，但是也当不是重要嘛。大家看到 iPhone 就知道是苹果，都怎么会知道是鸿海做的？是好，所以这整个过程，我觉得就是说，台湾已经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关键，而且是很重要的这种供应链。这种供应链不是只有台积电一家，不是只有什么鸿海、广达、伟创，这些公司，那是一整串的的供应链。而且台积电供应商有几万家，当然很多是国际厂商，那台湾也跟着很多的厂商就打进它的供应链，那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 AI 伺服器那里面更是包山包海，什么都有。我们不只是散热啦，然后电源啦，连被动元件以前都不太，大家都觉得不是很重要的，它现在都翻上台面了。对，那刚刚讲的记忆体，现在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记忆体的一个我们也说 iPhone 时刻好了，它又变成是一个很关键。为什么？因为 AI 需要太多的记忆体了。那所以这些大公司都去做 HBM 嘛，就是那个高频宽的记忆体，那个利润比较好嘛。所以它很多的产能就不足了嘛。对。所以台湾其实没有大型的记忆体厂商，但是我们一些做那种 DDR4、DDR5 的公司就跳出来了，南亚科、华邦、旺宏等等就跳出来了。那这个就变成又是一个很关键的力量。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我们虽然在高宽频的记忆体里面没有台湾的角色，可是我们不是跟美光很好吗？是。那我们跟美光很好，美光的生产力基地不就在台湾吗？对。所以就是说，虽然表面上我们好像说这个高频宽都是被海力士、被三星拿去，可是未来台湾的我们在这个上面，我们的生产基地的这个重要性也是非常高的啊。是，我这个可以有2个层次。刚刚讲没错，美光有60%的产能在台湾。对啊，在台湾。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关键是当年美光把台湾的华亚科跟力晶集团的瑞晶，还有那个日本的尔必达一起收购了。所以它事实上它在台湾的产能它是占它全世界最大的，而且还在扩厂，而且最近还买了力积电的厂，又买了。所以美光其实是我自己在看这件事情，我也觉得很有趣啦。美国结合台湾，那当然还有一部分的日本，因为美光在日本也有工厂，他们结合这个呢，其实是在对抗韩国。因为韩国是大家知道三星跟海力士嘛，2家非常大嘛。那美国结合台湾呢，希望不要让韩商呢稍微比例降低一点，不要有那么大影响力。你看现在这个时刻就很关键了，记忆体在缺，对，那大家都只能去拜托三星跟海力士，韩商就主导了。可是你知道美国绝对要打破这个，他当然希望台积电跟美国做更密切的合作，他也希望。因为韩国现在是一个美国比较没有办法掌握的一个，在这个李在明李总统，他是比较是有时候还会偏一下中国的嘛，所以他那个刀切豆腐两面光，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所以现在讲产业竞争都还是要看一下政治的的变化了我觉得。川普总统他当然很多人讨厌他了，可是我觉得他其实做了非常重要的事情，他就是把美国我们都说美国以前我们说石油美元嘛，对，掌握石油美元就变成全世界的货币嘛，是，他现在叫做科技美元。什么叫科技美元？科技美元就是说他掌握了 AI，掌握了晶片，是，你想。现在 AI 跟晶片都是美商在主导嘛，那这个主导的过程里面，川普总统是有贡献的他推动 AI 的行动计划，他做了很多，甚至他还推动一个法案，叫做什么？叫做稳定币法案。稳定币法案就是说，你发行1块钱的美金，对，你背后要有1块钱美元的美国的公债，好，你要买这个公债来支持你发行这个稳定币，所以你卖出，你交易1个美元的稳定币，你就把你的债务卖给全世界了，不是吗？你这样讲，我可以理解说，现在美国为什么可以变成全世界最重要的储备货币？那是因为尼克森跟当年的沙烏地阿拉伯签了一个约，就是说，因为当年的石油是全世界最大宗的物资，那我如果全世界最大宗的物资是用美元来计价，那美元当然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交易货币，因为这样的交易货币我就变成全世界最重要的储备货币。那可是没有想到，现在当年他跟沙烏地阿拉伯做的事情，现在他跟台湾做，因为现在的我跟你讲，石油用美元计价。
所以我们叫油元，所以让美元变成全世界最重要的货币，最值钱的货币。那现在的晶片是全世界最大宗的这个物资，最值钱的东西。那我的晶片如果是用美元计价，就跟油元的价格是一样。所以你刚刚讲的科技货币、科技美元，就等于台积。我后来才发现，台积电报价都是美元报价。当然都是美元报价，我们现在机体都是美元报价。那只要能够掌握台积电，它就掌握了全世界最大的物资，掌握了全世界最大的物资，它就掌控了美元的这个所谓的价值跟这个重要性。那所以在科技的、在金融的、在美国霸权上面，等于是把台湾这3个线全部都绑在一起。没错，这是这个宝杰哥你解释得非常好哦。那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说。没错，这个科技美元现在你看不到嘛，全世界都要用辉达的 GPU， 对，然后要用什么？要用很多美国人做出来的 AI 模型，不管是我们现在最常用的 Gemini 嘛，OpenAI 嘛，还有一家叫 Anthropic， 非常厉害，对，做搞企业用的现在把很多像月初。他这个宣布一个叫 COBOL 的语言一宣布，然后 IBM 就跌13%，那就因为他用 AI 做的更好。COBOL 程式很难做，用人虽然很难做，你现在居然可以用 AI 来做 COBOL 的这个程式。好，那当然我说美国不见得是所有公司都受惠于 AI。我刚刚讲 AI 让很多人泡沫化，那像微软股价也跌很多啊。这个做软体的有一些现在都被 AI 冲击到。对，但是美国就是这样，美国就是永远在破坏式创新，创造性破坏。一直创新嘛，那跟不上的你当然被淘汰。可是它永远在领先这整个的潮流。所以刚刚讲说科技美元这个重要性是说，刚刚讲的。全世界都在用，对，这个 AMD 或 NVIDIA 的 GPU， 然后再来呢，你全世界所有的 AI 的 model 也都是美国在掌控，那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你美国掌握的这些东西，还有一个主权 AI， 全世界都在盖主权 AI 嘛，因为你想像我们是繁体字，我们繁体字，我们有的我们自己的 AI 有时候写出来的东西不见得是我们的台湾的观点嘛，有时候还是一些简体字的观点嘛，所以这个全世界都要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又是另外一种主权的捍卫，这文化跟价值，对，这个非常重要嘛，所以你看，川普也带着黄仁勋，过去1年去全世界各地兜售他的这个主权 AI， 所以你看，当你把你的科技输出到全世界，你等于把你的美元也输出全世界，然后我刚刚讲，又透过稳定币把你的美债再输出全世界，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债务很高嘛，那这个怎么解决？我们川普总统想到这个办法，是这个稳定币，当然最近那个 Bitcoin 跌了一些啦，但是我觉得长期来讲，这个稳定币这件事情，是它的重要性是跟那个石油美元是非常接近。那另外一个就是，你说我们为什么可以进到了美国这个体系？你讲到一个字非常重要，信任。就现在全世界这样，川普在开始，等于说他2019年开始跟中国开始打贸易战，打贸易战的时候，其实就要把这个世界一分为二。一分为二其实是嘛，我是要把不管是价值的切割。不管是军事的切割，还有一个就是生产链的切割，所以我有红色供应链跟非红供应链。台湾现在当然非常清楚，就是说我们进到了非红供应链里面。所以你说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刚刚讲韩国现在就是在红色跟非红之间一直在摇摆。那台湾基本上我们真的跟韩国相比，我们真的得到美国的信任吗？那得到美国信任之后，我们这个红利会有多少嘞？我们到底你刚才讲的那个美国只要有最新的东西。什么样的东西，它都是由台湾来生产的。是，我觉得产业啦，我们如果都从产业的角度来看，美国当然是信任台湾，因为跟我们台湾合作快40年了，宏基金也是50年了，就是你台湾的产业发展这50年的过程，台湾一直是跟美国合作的很深入的。你说从我开始跑新闻是 PC 的年代 ，PC 我们就帮他做了嘛，对，后来到手机，然后到现在的 AI。这中间还有好多的产品，我们连特斯拉早期也都是台湾做的，所以台湾是美国最信任的合作伙伴。这个在产业界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已经合作这么久了。那现在政治有杂音嘛，所以政治上就会有一些人讲一些很奇怪的话。那当然我自己是不太理解那些话，但是我很清楚，我很清楚产业的合作这个是非常关键。对，那我一直讲就是说
像最近我们在讲生物科技哈，我也主持那个生技的论坛哈，我就讲到一个重点，各位知道就是说，所谓半导体有半导体韧性的问题嘛，哈，所谓半导体韧性就是说。它要在当地生产，然后要这个自己能够掌控。那为什么要半导体在自己的土地里面生产？因为很关键啊，以后如果真的打起仗来，你的晶片如果是还要靠海外去提供，就像天然气一样，对，就或者是像当年的 COVID 的时候，对不对？你晶片都找不到，然后又禁运，又海上又被封锁等等，你就很麻烦嘛。所以美国当然。它以后的战机，它的这个飞弹，它需要晶片，它一定要在美国生产。可是洪文讲的这一点，又是一个台湾人的担心，因为台湾是一个地狭人稠，我们的高科技人才很珍贵，我们训练这个台清交成这些科技人才是非常珍惜的。可是现在你要求说，我们去亚利桑那去设厂，亚利桑那以后，我看到一个最新的最好玩的消息是，我们可以生300个台积电宝宝了。你300个台积电宝宝，你有带多少人去？也就是说。我们会担心说，你不只是说我扩张，我要不懂的说，我现在已经去熊本，我现在也去了这个美国啊，那我现在当然我也在德国，我也开始准备设厂。可你台湾就这么小啊，那我人那么小，我这个一稀释以后，我台湾还有人吗？那我会担心说我到底是一个征服全世界，把台湾的台积电、台湾的这个 AI 产业链变成全世界的 AI 产业链，还是说到了最后我台湾反而被稀释掉了嘞？是。我觉得台湾，当然，我觉得现在对魏哲家董事长最大的挑战当然是不要被稀释。那我自己看这件事情太多人问这件问题了。我说，其实美国的投资速度没有这么快，为什么？因为它整个的制造在过去的30年，其实它已经流失了，所以它要重新回来制造，它要花很多的时间，而且美国成本真的太高了。我最近看，美国人均所得9万美金呢，那台湾才3万多啊，对，差3。对，日本也3万多它已经，所以你到那边一定贵了，很多东西都贵好几倍。那所以这件事情。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法规，他们的法规其实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恢复，还有他们还有工会的问题，他们还有像台积电去亚利桑那盖第一个厂盖了4年才完工啊，他去日本盖2年就好了，台湾通常也都是这种速度，有时候更快，因为我们很熟练的，而且我们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整个法令都是在帮忙台积电，事实上我们对。半导体是的确提供很多好的条件，这样。可是你在美国，我觉得连他们学校教授、学生都不太多，在念这种半导体也都很少。对，所以这个都要时间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看他又什么美国又投资什么1600亿，又2000亿，一个厂、2个厂到现在6个厂。对，那不管怎么样。6个厂又怎么样？因为台湾现在有20几个厂，那而且台湾还在新盖厂，台湾现在同时间就整个台积电同时间有10几个厂在盖，日本啊、美国啊、欧洲啊、台湾啊这样，所以我觉得对台积电来讲，大家可能都会一直想这种还有就是说。你刚刚讲就是说那人都跑到美国去了，不会啦，不会啦。我觉得这个他那个1650或到2000亿我觉得10年把它投完是差不多的。可是当然大家知道不会再增加吗？我觉得他还是要看绩效。台积电是一个非常重视绩效的公司啦。他如果说这个地方绩效不好，他一定要想办法改变。比如说日本的熊本2厂，他就改成3奈米嘛，是跟他原先的规划他就改了。什么赚钱最重要？对，他要去满足他整个市场的供需。所以这个整个公司的策略其实他是非常清楚的。是。所以这个我觉得我倒没有那么担心。当然这个题目我非常关心，我非常好奇。你知道过年前我跟一个长辈在聊天，他跟我讲一个我觉得很妙，你听听看，就说他说我也担心说我们现在台积电都去啦，然后生了300个这个台积电宝宝啊，人让那个 key 啊，就以前不是来台大去美国去了就不回来了。他说你不用担心，他说台积电家里人会回来。我讲哪会回来？去就去啊，去做美国人啊，安全啊，免给他战争啊。他说不是，他说如果今天你在总部，那个是分部。你今天一个有企图心的人，好，你想光我被升官，我被发财，我要有权利。你要在分部还是在总部？我当然在总部啊。他说：“那你知道台积电总部在哪里？他在台湾啊。在台湾，你边给他，你在那里就当厂长，你那边当技术员，你哪被行副总、总经理、
什么为凯西为宾馆给你只有回来台湾。是。那我这样讲，好像是这样，是这样子吗？我觉得这个长辈很有智慧，他讲的我觉得真的是事实。中国底家官拢底家，你被新官就要等来啊。没错，你看那个王英郎是台积电一个非常重要的接班梯队里面的一位嘛他派去美国之后他又回台湾，他赶快回来抢位置。我当然我不一定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当然，你如果要就是说你要整个管理台积电，你一定要在总部啦。对。而且我其实我觉得很关键，就是我刚才还是一直强调，台积电一直在台湾投资。我觉得大家不用去每天去讲它什么，它掏空台湾，这个事情其实对台湾其实是不好的。就是我们大家这个对产业没有认识的那么清楚，然后用政治的立场在谈这些事情我觉得是不好的，因为甚至我去日本、韩国，人家也在问我这些事，我说这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子就是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些政治上的杂音但我觉得台湾应该还要再培养一下，就是说我们对整个产业的全世界的这个局势我们现在这个我前一阵子看到那个台新星光金控的那个那个就是一个主管他就说鸡蛋跟高墙你要选什么啦他说有作家说他要选鸡蛋嘛他说但是他都选美国那一边对，就是美国现在在主导这些事情，这个是全世界 AI 我们讲就是说你说是不是疯狗浪？我觉得这个疯狗浪也够高够大，还会持续很多年。好，那你曾经写过一本书，你曾经用一个人的武林来形容台积电，但你现在说已经不是一个人武林了，那你现在已经群山并列了。我刚刚讲，现在台积电已经是一个大的舰队了。然后现在台积电这么大的一个舰队，那个对全世界来讲都是一个很难想象的，也就是因为。现在台湾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舰队了，美国更要保护台湾，而且你说在很多的部分里面，台湾第一个我有话语权，第二个我连定价权我都有了。是，我觉得台积电就是当然他现在很多人还是说他一个人武林为什么？因为他一家公司占了台湾整体市值的四成左右然后0050里面也大概将近快一半都是他了那但是你要想象的是这样子，就是说。你看台积电它的尤其是最近上礼拜我还整理了一个表格是台湾1000块以上的股票叫做千金股总共连上市柜再加新柜总共41家，你知道那41家里面6成都是半导体供应链，都跟台积电有关，要么就是台积电客户，不然就是 IP 供应商不然就是它的设备供应商测试的啦，还有做那个探针卡的啦等等。就6成都是1000块以上，那1000块以上当然是获利很好、成长性很高这些公司，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那另外大概3-4成是 AI，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台湾现在的竞争力从股市里面就告诉你了。我刚刚讲说历来最大的投资，那也是历来台湾最大的机会，所以股市告诉你，我们早就不是3万点而已，现在已经有人看到4万点。对，那为什么股市会这样表现？经济我们去年。那个经济成长率8%多这看到全世界很多人都说哇，这个实在是难以想象所以这整个数字都告诉你，整个的客观情势都告诉你，台湾在一个最好的年代，我们掌握到最好的机会，但是我们内部也是最大的分歧，也是最多的，你知道，就是大家的不信任。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有时候。我一个跑产业出身的记者我都觉得这件事情我是匪夷所思。也就是你是从 PC 开始跑起，你是看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做主机板开始，做滑鼠开始，做连接器开始，现在我们居然已经可以去定义，因为我们已经不但是主流，而且我们是核心，不但是核心。我甚至还看到有一篇文章，他讲说，台积电现在我应该讲，台湾不是提供零件，台湾其实在定义什么叫 AI Factory， 就是一个 AI 的工厂是由台湾来定义的。那我们当然讲说你只有台积电，他说不是只有台积电，当然讲你说现在高频宽的这个记忆体也很重要，可是他说任何再重要的高频宽的记忆体，你要进到 AI 的生态链里面，你要进到了台积电的 CoWoS， 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进到台积电的封装，你外面你做的再好都没有用，也就是 AI 的生态圈里边，竟然那个生态圈的最核心的脑是台积电，你要把它
圈地的那个范围，是那个是封装。所以为什么黄仁勋只要来台湾，就你 CoWoS 有多少？我就要多少。现在的我的问题不是我的需求量有多大，而是我的供给可以提出多少。对，没错。你刚刚讲这个很有趣哦。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我们台湾啊，或日本啊，中国啊，那个外销出口美国的金额非常高嘛，而且那个逆差就对我们来讲是顺差也非常高嘛。台湾去年有1500亿美金嘛，那各位都比较都少去注意说，韩国对台湾的出口也是很大的顺差，而且还超过日本。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刚刚讲了 HBM 都要拿来台湾，让台积电 CoWoS 封一封，再输到美国去。所以你进不到我的 CoWoS， 你就没用了。是，所以你知道，现在当然是记忆体涨得很凶啦，但是事实上在去年以前去年上半年以前你知道三星其实很辛苦的，因为海力士打进了台积电的供应链。刚刚讲了 HBM 是最早被那个辉达跟台积电认证，主要是辉达认证过了，所以海力士的 HBM 就拿来台湾包一包再出去嘛。那个时候三星就很吃味啊，因为它一直得不到认证。好，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做再好做再多都没用。是，所以你没错，就是说你现在整个我觉得现在整个的市场。的确，台积电是非常重要的核心，它不是只有带动台湾这些一堆的供应链上来，它也带动很多全世界，像艾斯摩尔荷兰的公司，它也要靠台积电台积电是它最大的客户，Intel 跟三星买个1-2台，他可能买10台20台那一台要4亿美金，所以你说这整个台积电的整个它是在带动的。美国为什么要抓台积电抓得紧紧的？就是这一点嘛，因为战略物资，美国跟台湾整合起来，那中国当然不高兴嘛，所以会有很多反对的声音。所以洪文，你这样讲的话，等于说我今天要看到这个趋势，看到趋势就是以台积电为核心，然后跟台积电有核心，然后这个 AI 的周边产品，它都是有机会的，是吗？而且我们刚才讲，你不是只有晶片，你现在包括这样散热，包括你的这个电能，就包括像台达电的这个状况也非常好，就是说你跟电有关，跟所有相关有关的那个都在它的整个爆发圈里面。是，没错。像刚刚在讲，就是说电源台达电也是。台达电以前是一个很稳健的公司大概股价300-400块差不多了哇，现在暴涨到1000多，一样是千金股了那为什么？因为它也掌握到，因为我们刚刚在讲那个data center 它那种盖法它的电源是需求量非常大的，所以台达电这几年就大幅成长。好，所以一样的，像你刚刚讲散热，或者是我们还有一个很关键叫 CPO 就是细光子。那细光子这件事情，我们以前都用铜线在传输，可是现在 AI 时代铜线已经太慢了，要用光来传那这整个是一个很大的变革就是你需要的那些传输的需求量是很大的所以细光子又让台湾以前大家知道以前在 LED、LCD 那个产业台湾做的不好嘛我们有面板双虎，不是很惨吗？可是后来现在懂得光的人开始又回来了。我们很多那个我刚刚讲那个千金股里面也有好几家都是跟以前做光纤的，光纤有一段时间非常惨，对。可是现在呢又重新回来了。是那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掌握到这么大的机会，但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的企业都懂得抓机会，而且懂得抓住一个新的爬升的那个机会，赶快翻身。这件事情，我是觉得台湾企业是非常有活力的。第一个，我觉得台湾的厂商现在很敢投资，很愿意投资，这跟过去感觉上不一样。还有一个是在你书里面也提到说，这是台湾非常难的优势，就是50公里以内，我可以要到我所有的东西。你刚刚讲，不管是细光子或怎么样，因为我有个领头羊，我这个领头羊就是台积电，因为台积电一定要创新嘛。台积电不创新，你后面的这个三星就抢过来了，你后面的 Intel 就过来了，所以我一定要保持领先的地位。领先地位，我在很多地方我都要去开始做最新的东西。可我创新，你刚刚讲了，美国最新的东西拿到台湾，那台积电我也要创新，所以我在台积电的创新里面有怎么办？我就周边找我的晶圆厂，所以就发现。原来这50公里就台积电台湾，为什么我有地利之便，我有人员之便，我所有东西我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强的循环出来。是没错，刚刚在讲台湾是我们叫做一日生活圈呐。我们的高铁一天你说从台北到高雄也不过1个半小时所以你看台积电是新竹、台中、台南嘛他说他们的工程师一天
就可以往返，然后去支援，或者是哪里有需求，他们就过去。一天就这样完成了。所以台湾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岛，但是我们是科技岛，而且是非常紧密，大家分工合作。那我讲一个哈，就是亚马逊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供应商哈，那做那个机器人的，他前一阵子他们的老板来台湾了，他就说，他来台湾非常惊讶。他说他找很多供应商他去日本、韩国或其他国家都不会这样，就是他如果要你客制化定制一个东西台湾的公司一定会说来我们来试试看，我们愿意做。然后他说他如果去韩国、去日本他们说这不在我们的计划中，我们不想做这样。他说台湾就是愿意帮这些客户解决问题，做这些。可能那个定制的东西就是要花很多的力气，还有工程师投入嘛。做标准最简单的，我做好了，每个公司都可以卖嘛。对。那他说台湾就有这样的一个产业的特性。他说他非常喜欢台湾，他来台湾这个就可以一下子几天内他就把他所有的他该买的他要下的订单统统解决了。这个从过去 PC 时代是这样，现在 AI 时代也是这样，机器人时代也是这样。那我觉得这些就是台湾非常重要的。我常常在讲一个，最后也许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结论，就是说台湾跟美国公司是共生，而且是互利的。互利共生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说当你跟他是为他去努力，然后他赢你才会赢，他输你就输。这个就是你们就是生命共同体，你只是他外包的一个工厂，其实你是他一个工厂，只是他不在同属一个公司。你是真的为他做，那他就愿意什么？他愿意 support 你愿意支持你你苹果跟三星是竞争的，手机竞争嘛，所以他会长期支持三星提供他晶片吗？当然不会啊。但是他跟台积电是长期，因为台积电如果没有把苹果做好，没有把辉达做好，台积电也不会活啊。那这个就是很关键，就是说，而且所以台积电他们也讲过，他们说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得不错，是因为他的客户愿意教他们，他们愿意把他们哪里，当我们做了一个计划，然后没有成功了，对，他们会教你说我觉得问题应该是这样，我们可以这样解决。其他的公司他就不会这样讲了，因为跟你有竞争，你怎么会想要把它扶持起来？因为我们不跟我们的客户竞争。是，所以这个我觉得台湾整个，你今天来看，就是说台湾最成功的关键，我觉得最把它拉高层次来看，这件事情是最重要。台湾跟所有人都不一样，我们呢做人家最好的朋友，不是人家的敌人。对，还有一个你刚刚谈到台积电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也看到说为什么大家离不开？他说你只要跟台积电合作，你就离不开了。因为你很多的制程，你的先进的这个做法，你是跟台积电一起商量出来的。是，比如说 iPhone 开始你要很多东西，比如说你进到我记得到这个A14、A16之后你根本就离不开了，因为你所有东西都是跟台积电全部都你总有我你总有你要跑掉我的很多的制程，很多的智慧财产权都在我手上，你离不开。包括现在的辉达你今天来跟我做也是一样，很多生产你有概念可是你要把它做出来，你要我这边帮你做出来啊，可是那个 know how 就是我的啦，所以这个是一个台湾非常独特的特色，就是以前我们都会怪说你台湾都不做品牌啦，你不做品牌，所以你就没有吃那个最肥的那块肉啦。可是就是因为我们不做品牌，我们只做代购，我们做人家 support 的，所以我们会变成全世界最信任的。而且你在过程你们刚才讲的，我们是教学相长的，所以这个部分是一个台湾非常强的生命力。没错。其实这个可以回到我们今天的重点我帮金周刊再推销一下了记忆体记忆体刚刚讲韩国2家嘛那美光1家，那当然日本也有这个凯霞美国还有一个 SanDisk。就是说，那整个的产业分布就是说，记忆体终究它是一个commodity， 就是我们说大众物资，它是标准产品。那刚刚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我们回到我们的今天的重点，就是台积电其实为什么这么成功因为它是客制化的。它帮辉达做的晶片，它帮 AMD 做的晶片是不一样的，不能互通。对，那可是你看记忆体是标准产品，所以三星、海力士生产出来的晶片可以卖给所有人啊。那这个当然 HBM 也可能有一些很少量的不一样的规格，但是大部分都是标准产品，所以这就是一个关键了，就是因为你是量身定做，你是客制化，所以你跟客户的关系非常非常紧密。黄仁勋在台积电如果那个晶片他不要了台积电可以卖给别人吗？
现在很缺货啦，可能要啦。但我的意思是说，你的规格不同，应该这样讲。黄仁勋如果不要台积电做这个晶片，但他到别的地方，他要花更多的代价，要重新来，而且他做出来的东西可能不能符合他的要求。没错，没错。所以这个量身定做，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关键哦。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讲，不管是记忆体的狂潮哦，记忆体当然现在的确是很缺货。我也觉得今年可能都没有解决的一个时刻，可能要到明年，他们说到2027到2027年。对，那所以这个当然问题很大哈。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我想台湾厂商也开始在拼命在扩产，所以但是记忆体我相信终究还是一个景气循环的，它时间周期拉长的，可是它一样会有所谓的这种景气下滑的时候，但是逻辑当然逻辑晶片，台积电做的这些晶片，它也可能有这种好坏，可是它的持续性是更长久的，对，所以我想回到刚刚你在问那个问题，就是说台湾的必要性，台湾的不可或缺，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是量身定做，我们是客制化，然后刚好跟上 AI 这个大浪潮。是 AI 的大浪潮里面，它更需要客制化，因为每个要表现我的一个特殊性。对。好，但你在你的书里面也点到一个东西，就是说那个是一个奇异点，就是当年台积电跟联电晶圆双雄，可是在某一个点两个人划开了。所以你说台湾这里很重要，就是说台湾现在也是要一直保持这个起点，就是保持这种所谓的技术的领先，台湾才可以一直的稳定的领先下去。是没错。我那时候在讲这件事的时候，我就说台湾是国内先激烈的竞争，然后竞争完再去国际上竞争。好，那这个就是说，这个是 Michael Porter 在讲的那个竞争力的策略的时候。那我觉得的确台湾的确在。其实韩国也有这种现象啦，他们以前三星跟 LG 两大集团也是一直竞争嘛，但我觉得就是说，关键是不只是国内竞争，也是国际上的竞争，因为你一直要保持你的竞争力。我们今天台湾被重视，也是因为我们整个的分量，我们的竞争力，我们靠实力取胜啦。我们今天没有一丝的侥幸，我们是因为真的做得非常非常的好，人家才如此看重你，人家才。这个会这么多人愿意来跟台湾合作愿意来看重台湾，这个我觉得是你只要有实力你是不怕你会被忽略。好，那最后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台湾现在对中国的投资是越来越少，可是台湾在中国的获利反而是大幅的增加。也就是说，虽然你再怎么样子，其实大家一直在觉得说，好像我们需要中国，可是没有。某个程度来讲，其实是我们是它的上游。如果没有台湾的 support 的话，它跟整个世代的代差会更大嘛？是，我这个我觉得又是我们刚刚讲的重点就台湾在那个就说跟大陆的关系我们过去其实我们也是他的朋友，对啊，我们过去也帮他做很多。事实上，我们的笔电就是去大陆，然后他帮他变成世界工厂。他的生产链的所有的概念，是台湾管理什么东西，那都是台湾带过去的啊。对，所以我觉得，当然现在开始两岸有一点纷争然后一些这个关系不好那我觉得大家就算了吧因为我们帮过他啦。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嘛那现在美国需要我们去帮他嘛我们是全世界的朋友，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就是说我也觉得台湾在这个整个的学习过程里面，我们要学到一点就是我们做刚刚讲的记忆体或面板 LED 有没有这些标准产品，我们都做得不好。为什么？因为这种东西是需要国家支持，而且资金不断投入，而且不断的赔钱对，你看韩国赔了多少钱做起来？就是我们2兆双星赔到爆了。对，但是我们现在走这种客制化，我们其实走对了路的。我们把自己的竞争力培养起来，对，而且变成人家不可或缺的这个角色。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啦。那这个。我们当然不要所有东西都去压，所有东西我们都想要赚，很多钱我们赚不到就算了。但是台湾现在已经要赚的钱已经太多了，这个根本也赚不完所以我觉得重点是你选到自己。其实我去日本、韩国我都跟他们讲，台湾也走错过路啊，我们的产业政策也曾经错误啊，那另外还有一点，还有很重要，也就是说标准的、大量的、拼量的那个东西，不是台湾的专长，中国一定做得比你好，尤其是他就是最会降低成本，他们现在机器人看起来机器人大军，然后电动车大军早就已经
跑到全世界了哦，那机器人一定会哦，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事情，台湾要区隔啦，台湾一定不要跟中国很像，我们一定要不太一样哦，不太一样，我们才能够拿到那个非红供应链的这种商机哦，非红供应链的商机其实很大嘛。这个地球就把它切成一半嘛，哈，我们就做一半就够了啦，我们才2300万人，就够赚了。对，就够了，哈，那我们不用想那么多。当然还是有一些公司在大陆，然后他也做大陆的生意，可是大家都知道，他们这一段时间都非常的辛苦。对，那有一些外销的只能转内销，那内销就要跟他们的公司去竞争。那这个其实是巨大的挑战。是。洪文，另外有一个我心里面的想法，就是说，因为我们基本上我是跑政治的。我会看到2个国家竞争的那种战略的这种需求。当我看到了美国跟台湾跟中国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点，就是说，我觉得如果就生产力上面，美国绝对不是中国的对手。我曾经看过这个什么，他们弗里曼写了一本书，他说，中国在1-2年还可以盖一个机场，可是美国它的华盛顿连一个电扶梯都要盖2-3年。这个是两边生产力的一个非常大的差距。那如果你今天要在生产力的竞争的方向，你发现只有华人。只有台湾人，只有台湾的工程师，台湾的生产的方式，台湾管理工厂的这种能力，可以跟中国来抗衡。所以今天不是说我也今天要你把这些工厂、台积电的工厂移到美国，而是说你要把管理工厂的架构、工厂的伦理，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要跟台湾人有关的这个价值带过去，否则我真是这样看哦。如果你们只是单纯的拼生产力，我觉得美国一定是被中国碾压在地上。是没错，事实上我非常同意哈，所以我说哈，为什么现在美国重回制造需要台湾的帮忙？因为事实上他也找不到别人了。好，是你说日本是他现在不行了，没有弹性的。好，那韩国刚刚在讲不被信任，有一点摇摆。好，那台湾其实现在等于是这个他最好的伙伴。那我们现在的不只是台积电过去嘛，我们的电子五哥。很多都不管是之前在墨西哥哦，那现在在德州，我们都已经这个有很多的生产线开始在建哦，这个需要时间啦。我们刚刚讲，就是美国还是在制造文化上要花一点时间，但是最重要的是台湾的管理的思维要带过去。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台湾是做得非常好的。老实讲，当年我们去大陆哈，当然是这个2000年一堆企业过去嘛。其实台湾公司到那边，因为我们说文化啦，或者是语言都通，所以就是好像没有什么挑战。可是事实上，在那个过程里面，后来其实整个中国，它在经济开始成长的过程里面，制造业哈，其实都是台湾在掌控。好，那他们其实大陆，他们其实当然他们有很多人去制造厂工作，可是他们不见得。把那个当作是非常好的工作，他们其实去发展移动互联网，有没有？他们去阿里巴巴、去腾讯，他们一流的人才去那里，他们最好的人才不会去制造业，可是台湾把所有一流人才通通投入到制造业。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在中国，其实台湾公司也经历过一番的波折，然后才建立起来的。那现在去美国一样要面对挑战啊，因为他讲的不同语言，文化上也不太一样，他们还有工会，他们有法规等等的限制。但是我觉得台湾人是非常能够去适应环境，然后去做调整的。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当然接下来还是会看到很多，就是说那个还要美国员工怎么样呢？有意见或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台湾。我相信我们台湾企业能够做到这一点。现在我们的企业实力最强大，获利最好，然后我们也愿意投资，所以在这段时间是我们最能够去做国际化的布局的时刻。所以我觉得现在我倒是不担心啦，因为我们这些优秀的人才，他们可以去克服这些挑战。当年其实我最后讲一个，当年张忠谋先生觉得去美国是台湾去美国要去管理一个国际级的企业，他觉得是困难的。可是事实上，他现在有一些改观了。事实上，台积电现在美国，他其实上他是很私底下，然后我了解是他应该是很支持的，因为他知道这整个国际的局势已经做了剧烈的改变，跟当年完全不同了。好，那我们刚才讲的。其实这个世界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这个世界变化里面，一个 AI 时代的来临 ，AI 时代的来临里面，晶片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台湾刚好就要在这个核心的这之中。那现在当然，
台湾也不能固步自封，我们要走出去。但我们要走出去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子按部就班的，我们把台湾变成世界的台湾？台湾可以做得到吗？我们真的能够赚到全世界的钱吗？非常谢谢洪文来加入我们讨论，谢谢洪文，谢谢。电视看不到的独家内容，锁定 YT 宝洁怎么说？每周3、4晚间6点独家上线，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加入会员按下超级感谢，听听宝洁怎么说。